好，我可以陪你们去魔坟一趟，但只能助你收取2件魔器，再多的宝物，就看道友自己的本事了。哈哈哈哈！一言为定。至于这翠晶主，在下相信六族兄之言，就不用出手了。蓝道友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条件也和地血道友一般，不过我还是要试试这翠晶砖是否真坚不可摧。可以，道友放手攻击。道友这件宝物神通不小，但想破开翠晶砖，不太可能。丑话说在前，蓝道最好只是攻击翠晶砖，若趁机另动手脚，就别怪在下翻脸无情。是不是真的坚不可摧？试过之后再说。这锤子攻击食物时竟有这等声势。如何？现在蓝道人该相信在下之言了吧？这明江神乳，就算是在下也无法在途中取出，更无从偷龙转凤。事已至此，再说这些还有何用？神乳归你，你陪我2人走一趟魔坟。此事好说，魔坟距离此地不近，再快也要耗费半月。在此之前，是不是该先寻到一人？韩小子体内有我等种下的印记，就算身处天涯海角，也别想逃过感应。此人够胆大包天，竟敢趁乱拐走我门下弟子。呵呵，蓝道友明知道那姓韩的小子和你门下2女关系不清，还打算吸取他们的阴气。我倒是挺佩服这小子的，不但能从明雷兽口中安然脱逃，还敢在我等眼前大模大样抢人而走，连老夫苦修多年的血傀儡化身都没能拦下。老怪物，你如此看好此子，何不将他收入门下？哼，以后说不定还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老夫修炼的是血之道法，除非这小子愿意被本座抽髓换血，否则想也别想。况且老夫从未想过将神通传给何人，要什么徒弟。那小子修为虽不算太高，但身上恐怕有不小秘密。敢走法体书修的路，还能修炼到这一步，无论神通还是法力，都远超同辈。若有一日，他真能进阶到与我等同等境界，恐怕我等几人联手，也未必是其对手。当然，也得他真能走到那一步。法体双修进阶之难，远非寻常修炼可比。法体双修，道友没有看错，你如何知道此事？在下有一种天赋神通，恰好可以看穿一个人肉身的大概强横程度。这小子应是天元大陆偏僻角落的人族修士，并非非灵族之人，混进了非灵族圣子试炼。据我所知，人族是天元大陆肉身最弱的几族之一，而这小子的肉身强横，甚至不在我等之下。普通兵刃宝物，恐怕都无法轻易展开他的肉身。论真正神通，他应当可以力敌灵帅后期存在。若还有什么独特手段，一般灵帅后期多半也不是他的对手。灵将后期便可力敌灵帅后期？纵然世间确有逆天神通，可以一下横跨数界，也未免太不可信。六族兄之言，我倒是信。昔年我曾见过一名炼虚级人族修士，单凭一套剑阵，便力斩合体初期存在。人族虽然弱小，但有不少古怪法门神通，倒也不可小瞧。好了，那小子纵然秘密不少，潜力也不小，也得能活到那一步才行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找到此人。他不知用了什么方法，暂时屏蔽了我等感应。不过若一起催动印记，这种屏蔽坚持不了多久。想尽快赶到魔坟，二位还是快些施法吧。六族兄所言极是，蓝道友，我们不好。我的印记怎么突然失去感应了？我的印记还在，只是受到的阻隔太强，短时间内难以重新锁定。六族兄，我2人一起催动。一起催动，恐怕无法做到。我的印记早在地血道友之前就已经消失了。这么说，现在只有我的印记还在那小子体内了。我的印记也被拔除了。
此子绝无法自己做到此事，难道是穆青做的好事？穆道友，倒还真说不定。他对魔坟中的宝物，似乎比神乳还要看重几分。不管是什么人做的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倒是地血兄，那魔气对你作用似乎更大吧？你如此沉得住气，莫非另有什么后手？老夫的确在韩小子身上做了一些小手脚，但若要准确找到他，仍要大费周折，无法像原来印记那般有效。不过估算大概方位，还是不成问题。哼，这小子也够机警，收下我那套灵饰后，竟能忍住一次都不照出。否则他早被我那道手段牵住，哪还能惹出这许多事？道友莫非说笑？那小子神识不弱，你若在灵饰上动了手脚，他岂会看不出来？哈哈哈哈哈！蓝道友这就不知道了。我的灵饰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关键是我输入灵饰中的是老夫独创的梦影血气，只要以神念灌注灵饰，亲自使用一次，便绝对摆脱不掉此术牵引。再想动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最终便会不知不觉陷入其中。只可惜，到出发为止，此子都没有动用过一次，否则老夫早能感应到，并无形中控制他。既然韩小子没有中你圈套，你又如何探知他如今方位？这个倒简单，我给他灵饰中掺入了子午石。子午石，那种一到子午两时便会转为至阳属性，并彼此感应的古怪石头，也只有在冥河之地这种阴气极重之地，这种材料的感应才会起作用。到了寻常环境下，连我等也难以察觉它们之间的联系。道友倒真亏能找到这种鸡肋之物。这东西不是老夫主动找来的，早年修炼时，从一名其他大陆修士身上搜到的，也就这么一小块，全混进那些灵饰中了，两者感应只有一瞬。就算韩小子用什么禁制封住那些灵兽，也切不断这种联系。他手中没有子午石，更不可能察觉其中奥妙。如此甚好，我们先按印记最后消失的方向赶去。如今离子午石不远，倒是再感应几次，应该就能接近此子。不过途中还要小心那名手持异宝的伏妖族小子。至于那两头鸣雷兽，不会离开巢穴太远，已无需担心。说起来，我二人也没想到，六族道友真有办法力敌五龙闸这等异宝，竟能将那具傀儡硬生生逼退。蓝道友过奖了，那名傀儡不是被我逼退的，而是修为不足以支撑五龙闸太久，自行退却。若时间再长些，在下也难以保全。不过也不用太担心，那名傀儡纵然最后发挥出五龙茶10成威力，也透支了神识，能否卷土重来还是两说。我们只要警惕些，别分散，让其各个击破即可。怎么变得这般狼狈？难道老夫的五龙闸威力不够大？晚辈怎敢奢望此事？在下只想求江前辈以晚辈一丝残念为引，接引晚辈本体降临冥河之地。那些人已经夺走神乳，若不抢回此宝，击杀这几人，晚辈罪责不轻。五龙闸，晚辈自然还想再借用一次，但不一定真需要动用。晚辈本体会带一支神巢一同降临此界。神巢？我没有听错吧？老夫久闻伏幽族神巢大名，可惜一直无缘一见。既然见不到真品，看看仿制品也不错。我可以破例帮你召唤本体过来，不过还想再借五龙闸，不付出些代价可不行。也幸亏你有一丝分神在此，否则凭空破界射人，老夫也做不到。醒来！金老，起来吧。参加主人，主人将我唤醒，难道是？幸亏当初出发时，你将一具化身分神留在我本体之内，
现在金老主元神已经陨落，你便是精灵了。原来真的陨落了。我说为何再也感应不到本体？